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一集 Gay Ventures 的 The RWA Stack Series。然后我们这次很荣幸邀请到我们最近宣发融资的一个 portfolio Renaissance。然后今天跟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 Renaissance 的 founder Winchman。Hello Winchman。Hello， 大家好。我相信，这一集应该是我最兴奋的一集，毕竟手上的这些周边确实也都是抢来的。对，我自己本身对于宝可梦就是一个很忠实的粉丝，然后也是在因缘际会下，很荣幸我们能够成为 Renaissance 的其中一个投资人。对，那今天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听众，一个很有 insight、很有深度的有关卡牌的讨论。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欢迎到我们 Winchman， 请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进到 crypto 吗？因为你的经历真的是太特别了。我想，如果是在香港的听众，应该很少有人不认识你的。这样就有点那个了，就是我为什么说香港的人会认识我，是因为我上一家公司嘛，852Web3，然后他是做媒体啦，营销啦，做活动啦，这样也包括各种峰会啦，然后也做过一些孵化和加速器的一些工作。那我为什么选择做那个赛道呢？就创业的时候，是因为我在以前其实在香港政府工作，然后呢负责的是公共关系，那就代表着其实跟社区啊、市场啊、传播啊都有关吧。那我当时判断呢，香港如果在2022年要推动这个加密货币发展，它未来有几个点是很难做的，就是社区，然后教育，然后媒体，这几个东西是政府比较缺乏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好赛道，就试试创业这样。离开政府之后做那家公司，其实也不能说顺畅吧，因为第一次创业，开心的就是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也包括现在的团队其实都是那个时候沉淀回来的。然后也包括现在的很多投资人都是当年就认识的这样，但不开心的就是看到整体香港在区块链的发展就是不如理想这样，但我们还是香港出生的创业者，尽管现在可能已经长期在外国了，比如说纽约啊、矽谷啊，然后韩国啊，然后台湾、马来西亚，但我们的心还是在香港的，也希望终有一天香港的区块链可以就是有更蓬勃的发展这样，但对，整体来说就是我是一个创业者，然后上一家公司还不错，没有融过资，然后却也做出一点成绩，但是后续发现那个香港市场其实很难再做下去了，它的那个叙事不存在了，所以就忍痛的把那家公司交了给一些有兴趣接手的人，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新的赛道，最后选了卡牌和收藏品。那之后就有今天的故事。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跟卡牌渊源？因为我记得你从很久很久之前还在念书的时候，你就跟卡牌有非常深的渊源了。是，就是香港小孩嘛，小时候呢一般就是打游戏机电玩。我现在是30出头啊，就是当年我们很清晰的，就是有钱人的孩子一定是，就大部分香港人环境还不错嘛，都是电玩，就比如说 PlayStation 1啊 PlayStation 2啊，或是那种 N64啊 GameCube 啊那个时代，也包括 Game Boy、Game Boy Advance、Game Boy SP 等等的。那我作为一个就是家庭环境很差的小孩子呢，我就是会选择去那种玩具店去看别人玩卡牌。那个时候就是新型的卡牌是，就是盛行的卡牌是游戏王，然后呢召唤王，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认识。然后后来就有钢弹，然后呢宝可梦和数码宝贝当时都有的，但是对战场景的话呢，还是以游戏王和钢弹为主。那我就因为游戏王那些人都是大哥哥在玩的，那些卡又很贵，然后呢我们就去玩那个钢弹。然后呢后来呢就因为卡牌，我就发现了，就是从小可能6、7岁的时候，诶，它这个东西是有搞头的，那我就选择了去在那个卡牌店门前守候着，反正有人呢扭蛋机扭那个卡1块钱，他扭完之后出来那张卡牌呢，我就问他，哎，你要不要卖给我？你这张卡喜欢吗？这样，反正那个时候呢就会跟他低价买他的卡，然后呢
存起来，高价去另外一个地方卖掉这样。所以我大概卡牌这个东西算是我有记忆以来，真正的第一个就是去处理的一个资产吧，或者从小时候就交易的一个媒介。那所以卡牌在我心目中有非常独特的这个地位，也是我就是人生中可能少数作为一个很穷很穷的小孩子能够真正拥有过的一些回忆吧，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卡牌的故事。展示一下我这张卡牌，这个就是一张71版本的卡牌。然后呢，它的特别的故事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当年不值钱哦，然后我买的时候它也值多少钱哦。那后来发现它原来全世界只有100多张是拿到10分的，这个71版本是2003年的卡，那最终现在好像也涨到几千美金吧。那我再回看一下自己的收藏，发现原来很多都涨得很离谱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跟卡牌的故事。但我想做卡牌的时候，跟卡牌涨是没关的，就我们是有很多原因的，但有机会可以再多加分享一下。对，我觉得你的经历真的非常的有趣。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去解释 Renaissance 在做什么，你会怎么讲？然后你们为什么想要来做 Renaissance 这个项目？我们会2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是为了真实世界的收藏品所打造的一个流动性基础设施。那用人话来说呢，就是我们怎样让物理资产可以无缝的在链上转移。那它就需要有很多必要的一个门槛，才能一步一步的让这些收藏品能够存在在链上，而且它是可以被不需要信任的机制下呢，能够进行托管啊、鉴定啊、交易啊然后还有 redeem 这种各种的行为。那简单理解，比如说一张宝可梦卡牌，它在现实世界肯定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那也在全球有非常好的流动性。就比如说你去哪里都能，哪一个国家你去找一家卡店，他都愿意给你买的。但它始终是实体的嘛。那它在交易这个媒介的过程里面，它会面临很多问题的。比如说你放在网上卖，那你卖得到成功了，你要寄给对方，对吧？过程中肯定有问题。又或者是你是一个买家，你在网上看到一个资产，你想要买，你不知道它寄到你手上的时候为什么是假的，对吧？就是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而且你还要等。如果你有在 eBay 买过东西，你就知道它的手续费还很高，13点多%，然后你还要等很久，对吧？那我们认为这个交易的行为本身呢，其实有更高效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我们在区块链世界，它跟科技有关的。我们想到就是说，第3代的交易媒介可能就是我们可以交易它，但是呢，它的物理资产的位置不一定要每一次都要转。比如说，我今天交易一张卡牌，但其实我交易的本质我就不是想要收藏了，我想要卖掉，我想要因为我的对它的认知和理解，认为它有一个空间，做一个投资也好，这种套利也好，或者是一种短暂的收藏也好，其实我是不需要拿到实体的，我只需要它存在一个安全可信的地方，那就可以。区块链大概率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它公开的链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那个资产在哪里，然后呢，它的每一个状态都被记录，比如说转移啦、鉴定过啦，它在哪一个地方啦，储存在哪里了，谁在托管它啦，这种资讯其实如果能够公开在区块链上面，谁都能看得到的话，其实它能够解决现在物理资产交易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任。那它解决了信任问题之后，它就可以无缝交易。那它能解决信任和无缝交易之后呢，只要有一定的基础设施配合，它甚至可以做到金融化。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攻的这个赛道。所以用一句话来说，刚才所说的是流动性基础设施嘛，但最终如果我要用一句话的话，我认为我们是希望成为物理世界资产进入区块链世界的一个基础设施。对，非常感谢温顺这么详细的解释。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决定投资 Renaissance 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渊源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原本我跟温顺也是不认识，是透过一个朋友，我听到他在跟温顺讲电话，然后温顺就讲说，他现在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我那时候一听到我就说，他们给投吗？可以介绍吗？对，然后就这样子成为了 Renaissance 第一个投资机构，然后看到他们成长到现在没有超过2000万交易量的这个
成长幅度，非常的精彩，非常有趣的一个 journey。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卡牌变成可以被开源、可以被验证的链上金融资产，那你们今天，譬如说你手上这张皮卡丘的卡，它走完这整个流程了，它已经变成链上金融资产。你们透过这个每一步，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然后今天卡牌上链，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OK，首先，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说 Game Venture 一定是超级好的投资机构。如果现场任何人想要找投资者，一定要找他们，因为他们给到的那种支持啊，不是单纯资源层面的，这个一定要彩虹屁一下，就是认知层面的、策划层面的、产品，甚至是滴流程方面的，都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那我回到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其实把一张卡牌变成 NFT 谁都能做的，就是你在家里都可以做，对吧？任何一个智能合约加个图片，就是一张 NFT 卡牌了。但它不是 out of it， 就是它到底是为什么要放到链上，然后它怎么样被验证，这些都是其他可能竞争者他都没有花很多心思去解决的，因为他们发现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都能赚到很多很多钱。就是你今天看Solana 或是 Base 或者其他链的各种平台，它的那个资产其实没有人去 care 它到底有没有什么第三方可验证托管，它有没有怎么样去告诉你它实体存在在哪里，甚至它是有一些已经发过币的项目，他说他把这些币拿去买资产，那他在哪里买，用什么价格买，买了之后放在哪里，其实没有人 care 的，因为大家都理解就是说可能区块链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市场，但我们作为华人创业者，在这个时代看过那么多泡沫，我们都在想说，既然我都在这个行业那么久了，我来做一个行业呢，我希望它是真正有意义的，它有未来，它是改变行业的。那我们怎么样做这个卡牌上链呢？就是首先我们在区块链创业，区块链的本质精神是去信任化。这如果大家有看白皮书，或是你在这个行业足够久，一定知道我们有个乌托邦，就是不需要信任。就比如说为什么要开源，为什么要可验证，核心是不需要信任。所以从托管层我们呢就做了一个方式，就是说 OK， 今天我平台发任何资产都不能是平台自己说我有就能发的。如果我有就能发的话，我们看过去那么多年的 Out of Base 项目，红酒啊，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一个成功过的。它本质上就是因为没有办法透过机制建立信任，那我们就应该是不需要信任的。比如说卡牌交给那些真正专业的人去进行验证和托管。今天一张卡牌你看到在 Randus 上面，它要不呢就在香港一个仓库里面，要不呢就在其他某一个国家卡店里面。那它呢就是经过一系列的产品，一种 Web2 的 product 交给他们。比如说你拿一张卡牌去卡店，卡店呢会给你合作的卡店未来铺更多的点，那他呢就会跟你去验证 OK， 一起呢在电脑前面就面对面的在卡店的电脑那边点签署，背后呢就上了区块链。但那一刻呢就是你把卡牌交给他，他鉴定过是真的，然后呢卡店如果他要托管的话，他就会再签署一次托管好了，又或者是他就会放到保险库里面托管好了，保险库的员工收到那个卡牌呢，我收到这个卡了检查过，用我们的 API 和 product 检查过是真的，检查过是没有问题的，再点签署，那它呢就形成一个多签，在链上呢产生出这个卡牌的 NFT， 在那一刻我们认为这个卡牌才是真的，就跟那些之前交易的股票其实一样，对吧？其实你要有实体，你要有托管，你要可验证，那这个东西其实我相信呢，一步一步呢会让整个世界的人发现，物理资产上链不是单纯放一个号码加一张智能合约就是的，它一定要经过一系列的这种验证的渠道。那我们所做的标准化就是为了满足那个赛道的。所以现在这一刻大家看我们是有卡牌产品的，就是 Randus XYZ 这个交易平台，但我们必须得说这一套体系完成的话，它是所有物理资产都可以透过这个机制上链的。比如说你家里今天要卖一个什么东西，你就透过这套基础设施让人来收走它，然后呢它呢就送到一个保险库，
那整个过程这个东西就完成了，上了链了，你们就可以交易了，你不需要再去担心了。而且买家也是一样，买家他知道在链上，哎，我想要买这个东西，这只耿鬼好了，它在哪里？它物理位置在哪一个地方托管？他确定了不是在平台本身的仓库里面，他也确定了不是在卖家的家里，而是说一个第三方的保险库或是卡店或者玩具店、雪茄店、腕表店里面，那里有专业的人认证过，在他的托管底下，所以这个才是资产的起点。所以我觉得用户也要想清楚，你在区块链上面用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有没有真正的遵从区块链的原则和价值来做这个 product。那我相信我们是市场上最明显有走这个赛道的一个。所以就代表说，未来不只是卡牌，然后在这个 alternative asset 崛起的时代，今天可能是let's say 大谷翔平的签名球啊，甚至是我们常常看到会被拍卖的这种爱马仕包，那这些未来都可以透过你们的基础设施变成一个可以被交易的金融资产，我这样理解对吗？对的，它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它可以被交易，它的链条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人去进行鉴定，然后呢托管，然后呢中间可能我们连运输都包了，然后它这个东西呢上了链上之后呢可以交易。但是如果要走入金融的话呢，就跟我们其他 Web2 的 product 有关，比如说我们有一套很特殊的定价引擎，它还不是 Oracle， 它是一个 Index， 它是一个 Python Engine。然后呢，它混合了 Web2 和 Web3 和链下的数据整合，再让它有一个足够分布式的报价，那这个东西就可以走入金融。我们今天能够就是能够明确的说，短时间之内我们就能实现让所有物理资产走到链上，但是呢，要让它走到链上之后再成为金融资产呢，这个是下一步，也是我们也在攻克的一个领域。我们最近啊，就看到 KOL 或者是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 Solana 上它的卡牌交易量一直在成长。那当然，你们现在是在 BNB 上。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卡牌市场好像一直在成长，一直在长大，不管是在链上还是链下。那实际上这个卡牌市场有多大呢？它的成交频率还有流动性大概在什么量级？然后为什么跟其他收藏品比起来，卡牌是最适合第一个上链的资产呢？首先我们看到最多人讨论的一定是 Solana 体系里面的 Collected Crypt 啊，还有其他几个平台。那也 shout out to 就是 Joe 啊，他们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卡牌项目呢，它一般大部分的都是认识的，就那项目方大的那几个。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虽然不是有一些不是直接合作的，但本质上也没有到非常竞争，因为我们的链不一样。如果有一天走到同一条链，可能是竞争对手，但往 BNB 坦白说，目前只有我们一家。然后 Solana 他们是很激烈的，然后 Base 呢也有几个。那我们看到呢，就说这个赛道的体量非常大，你单纯看每个月卡牌的交易量就非常恐怖了，它是几个亿美金每个月，而且它不是纯 transaction， 它不是一个 trading activity， 它是一个 pay consumer，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今天 Solana 它有2个亿美金的这个on-chain volume， 那这2个亿美金有可能 99% 都是 revenue， 它跟交易工具产生的手续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很常被问到啊，其实你不就是2000万美金的 volume 嘛，对吧？但其实在账上，我们完全可以经过统计和会计的状态，我们是差不多2000万美金的 revenue。这个呢，就是可能很多 crypto native 的 user 他会误解了，就说啊 volume， 但在这种我们一个产品给消费者消费的这种场景里面，2000万的 revenue 其实就是2000万的 volume。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光是 revenue 都可以有几个亿美金每个月的这个市场，它产生的收益比起一堆交易产品加起来还更多。那这个市场体量在 Web2 的多恐怖呢？大概率就是几百个亿美金。那当然它还是持续在增长，而且更多的 IP 都会选择发卡牌，所以卡牌市场呢，它现在就是已经是几十个亿美金肯定是有了。那但是整个收藏品赛道呢，按数据来说大概是5000个亿美金，就是全收藏品啊，全世界所有收藏品。我认为呢，这个数字有可能有点水分，但也有可能是低估的，因为
大部分的物理资产交易还是线下，没有被网络和链上完全捕获，所以我认为这个市场呢，比起单纯加密货币市场的那种观察是更多维度的，然后更深、更难去是估算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准确的数字。那现在我们这样看流动性的话，其实目前这一刻我们会看到还是以抽卡为主的。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本质上跟市场需求有关，就大家都喜欢抽多巴胺，你打手游就知道，其实它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而且卡牌这个东西，它大流通的就是日文版和英文版，很多国家其实是很难得到这些收藏品的。要比如说我是韩国，我就很难得到大量的日版卡，对吧？然后如果我在中国我就也很难得到大量的英文卡。就这种抽卡平台某抽卡产品吧，某一个角度是满足了这部分的需求，但是有一部分的需求是完全被忽略，而且是低估的，就是交易市场。就是说现在呢，其实我认为呢，按比例来说是我们平台好一点，我们可能是有 10% 是 trading， 大部分的平台是少于 1%。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就是托管体系的不完整，就他们呢是用所谓 Web2 的托管的中心化，而且你无法验证，就他告诉你我托管了在哪里，但是呢用户是不知道真假的。那这个情况呢，用户很难相信这个东西是真实可交易的，我每一次抽到我就赶紧把它拿走。那这样呢就导致二级市场交易呢，流动性流量它不如抽卡市场。但当我们这种全球分布式的托管网络和运输一站式解决的这种渠道完成之后呢，我认为未来交易市场才是一个关键，就是说所有人呢都可以无缝的把家里的资产上链，把资产呢从链上拿到家里。那这样的交易市场就会变得更大，因为每一次的手续费极致低，然后呢它不需要等待，每一秒都可以交易，甚至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些高频交易的可能性一些 的可能性，但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长远了。但能在这个赛道走远呢，目前来说就是只有我们在解决托管的这种项目方有可能会看得到。所以整体来回答，目前呢大部分市场还在Solana 还在 Base 我认为的原因有可能是他们 early advantage， 就是他很早2022、2023年就已经探索资产就是这种代币化了。那 Courtyard 在 Polygon 先做了，但后来 Galactic Crypt 把握了一个机会，然后也发了他们的 token， 在纯 DEX 交易的情况下，目前也做到非常好的成绩。今天早上 Arthur Hayes 也就是喊单说他现在是什么0点多，目标是4的话，它的市值是10几个亿美金，就是说单纯一个应用都能跑到10几个亿美金的目标价的话，那在座各位如果是参与 Ranos 项目的朋友们或者投资人一定会很开心对吧？我们作为整个物理世界的基础设施能量也好，赛道也好，产品也好故事也好，未来呈现的生态也好，一定是更不一样的。就任何人都可以拿我们来做游戏，做 DeFi， 做产品，做 Web2， 做业务，那这种能量会更大。所以这个就是整体的赛道。那最后就说卡牌为什么适合上链，就是流动性，就全球可交易，它的储存位置也简单，容易携带，而且它有非常明显的价格共识和鉴定的标准化，品项的一个标准化，所以它是目前这个最完美的交易市场。哇，就是今天 Renes 要解决这个物理世界到链上世界中间所需要经过哪些手续，哪些是跑在链上的部分，然后哪些是链下一定要满足的环节呢？ OK， 首先呢，我们让一个资产上链，它必须得经过1到2个验证节点。第一个呢，就是负责把卡牌鉴定成真这个行为。那我们呢，现在是依托不同地区市场的一些知名的卡店来做这个角色的这一刻。那比如说每一张卡牌，保险库其实不懂怎么样分辨真伪的，那我们就需要卡店网络。那第二个验证节点就是托管。托管呢，我们目前500块美金以下，我们是让卡店来托管，他要再签署验证一次。那500块美金以上呢，他就要交给保险库了。那保险库收到这个东西呢，
不再跟卡电店员进行一次多签，那就代表说这个东西已经转移到卡店里面。那现在是2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人问，那卡店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卡店呢需要用保险很贵，本身呢它是有 log， 就是每一次开关啊它会有记录，而且它要满足那个监控，我们是能看得到的。那这样呢就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场景。那当然背后可能也包括一些合理的一个店铺商业的一个保险啊、活险啊等等。那这个就是一个逻辑的底层。那如果今天Tiffany 你要把卡上链，一般正常就是一个需求，就是把它放到交易市场里面交易嘛。但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我要交易的话，我为什么要在链上交易？这一刻交易市场那么小，对吧？大部分的都是去抽卡的。那我们呢所做的方式就有点不一样，是一种变体的质押系统。就比如说 Tiffany 今天有100张卡、1000张卡，我们呢可以让你透过各种方式到达卡店之后，把卡牌交给卡店进行验证，然后完成一系列的东西。但是呢，你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是当成寄卖来做的。当你从现实世界寄卖的时候，一般是你寄卖成功，卡店收你的费用。我们现在因为有这套的体系，我们呢所做的方式是反过来的，就是你只要把卡牌交给卡店，特定的卡牌只要我们是收的，我们呢就会给5%的即时流动性给你。Tiffany 你就拿到一个第一时间就能拿到卡牌价格特定指标的5%的一个即时流动性，就是钱。拿到这个5%之后呢，你的这个卡就会锁在这个卡店1个月。那这个卡店的1个月呢，就是一个寄卖的流程，我们就会拿去做各种杠杆。那这个杠杆的过程里面，只要有其他用户就透过各种方式得到这张卡牌，那他选择铸造，那这张卡牌就视作成功卖出，你就会得到卖出的价格。但是呢，一般来说呢，这个卡牌在链上呢，它会存在很久的，那它就会产生很多人的收益。只要是它一直存在在网络的托管里面，没有被其他用户提取，它的拥有权没有转移的情况下，每个月你都能得到5%。那你可以算简单理解成一张卡牌，你是拿到年化60%的，比起任何资产都还要高。那我们怎么样去确保这个几十的这种收益呢？对吧？年化60%的收益哪里来的？就是我们拿这些资产去杠杆的时候呢，每一次被用户处理的时候，那个收益呢是6%到8%，一次就是6到8，那一个资产可能可以搞100次。那所以说，我们给到出来的成本也已经很不错了，年化60，月化5，但是我们却能产生大量的这种数据，那也能让一些用户得到他们喜欢的卡牌。那这个呢是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你一张卡牌呢，除了到链上可以从那个可交易的资产，这个就最简单了。刚才那个2个验证节点成功之后，你的钱包就有一个经过多签的 RWA NFT。但是如果你是想要产生收益的，变成类金融属性了，那我们这个寄卖的方案呢，在用户不需要学习的情况下，他只是跑去他相熟的卡店，把卡牌交给他寄卖，他就已经产生了我们在链上金融体系产生的收益的一个分成给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答案，有关于你的那个问题。对，而且刚刚还有 cover 到一部分有关于寄卖这一块我们等一下也会再深入去讲到，因为我想很多收藏家他可能他的卡现在都在积灰未来他就有更多的管道去变现，让这个卡牌有流动性。那下一个问题我们想要问到，就是从 RWA 这个词出现以后，最常被人诟病的就是这些产品它号称 RWA， 但它的核心逻辑其实都在中心化的后端。那第一个是你们和单纯把资产命成一个 NFT 相比，你们本质上差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是你们在基础建设上怎么做到 Proof of Integrity？因为
首先能够做到的是，这张卡和金库里那张，你们可以把它做强绑定。那这件事是怎么做到的？而且比较特别的是，我也想跟所有线上的听众分享，就是在所有的卡牌平台里面，唯一一个投资人里面有金库公司的，那就是 Renaissance，所以也想要请 Renaissance 去分享你们的可验证还包含开源哪些部分，然后你们具体可以验证哪些东西。OK，首先就像我们之前说过了，一个 NFT 谁都能铸造的，那谁都可以放一张图片到链上，对吧？用户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你在其他平台那些卡牌真实在哪里，对吧？谁保管的？它状态有没有在改变，对吧？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做的就不是说把一张卡片把一张图片铸造出来，而是说让那些在链上你看到的每一张卡，它满足是现实世界有人评级过，有人呢验证好，然后有人入了库，然后有人托管，再让他们铸造这个 NFT 到链上。这套流程呢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我们也在努力思考在哪一个角度可以得到一个就是区块链世界的一个比较大的认可，比如说 EIP 这种，但大家都知道那个东西不是单纯写出来的，它还要经过社区的认同啊，就以太坊基金会的社区的认同还有很多。那个东西我们在研究怎么去切一个好的赛道，但是我们这套流程是非常合理的，就是每一个东西对吧，你都能放到链上，你跟黄金是不是一样？那为什么一个黄金交易你会去思考它有没有牌照，有没有托管，有没有 compliance， 有没有 audit track？ 为什么卡牌就不用呢？所以呢，我们呢一定是确保用户看到的每一个 NFT 不是空的，那它是真实的，有一个证据链，然后呢你能知道它在哪里，到最后有一个第三方的人验证这个东西，他认可在他的手上，然后弄出来。那这个其实也是这个 proof of integrity。那这里有一个小说法吧，就是到底这个护城河为什么那么难，没有人做？本质上就是保险库公司呢，它是不会跟一个区块链项目合作的，就是他只会把你当成客户，因为你能带给他多少的量呢？说坦白的，对吧？你是一个高频流动的东西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不好的，他就想你把东西存进去不要动。他的现实世界基础设施不是给你提取存卡的，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攻破呢？首先我们第一天做这个生意就想到这一点，所以直接找金库相关的人投资就好了，对吧？跟他说明了我认为金库有能力成为现实世界资产的基础设施，对吧？那这个东西是很大吸引力的，那最后我们也能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上市公司的一个子业务，对吧？就是金库的一个认可，然后我们把系统做给他，然后让他成为第一个使用者，然后呢再把这套非常复杂而且高保密、高安全、很特殊的架构的一种应用呢，能够让其他所有保险库都可以用，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拓展到所有卡店都能用。那卡店都能用之外，我们又为卡店加了一堆功能，那之后有机会再讲。但是我们怎么样确保这个卡牌跟金库是牢牢绑定的？就你可以思考成能够做金库业务的这种公司，它一定是很有实力的，因为它不可能租一个地方来做金库的，它的那个地权肯定是它的。比如说它大部分的金库，它要不呢就是很多百年的企业，要不呢就是它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说它有艺术背景啊，它有一定的可信性啊，这种也包括了它有可能是地主，就他 own 那个 land 或者 own 那个building。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托管的那个权威呢，比起我们过去在 Web3 看到的所有权威的体量和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要不就上市，要不呢就存在很多年，所以就是要不就非常知名。那这些卡牌坦白说那个价值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很少的，人家托管的是什么？是比如说 Picasso 的画啊，恐龙的骨头啊，对吧？这种东西才是人家托管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区块链世界里面吧，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完全挖掘的，就是实体业务的那个价值。那我们来做的其实就是一站式的把托管啊、运输啊、验证啊、鉴定啊这种东西尽量都把它打包成一个服务，让任何的第三方可以用，也让任何的第三方可以接入。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和怎么样去确保这个东西是第三方的，其实是透过一套完全是公平而且透明的一套体系的。那回到刚刚所说的开源的部分，我们认为现在很多人没有解决的开源的部分是来自于那个随机数和抽奖公平率。那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开的，早晚得开的现在不开的那些项目方，未来他也得开的。那他们不开其实也能理解就是像区块链世界你开源的东西很容易被攻击，对吧？我们没有开源都天天被攻击的，对吧？就是我们理解为什么大家不想开源，但最终透过我们 CTO Benjamin 的努力，再加上整个社区我们自己一堆用户顾问的努力的情况下，我们终于得出来一个解决和公平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方案。所以我们会开源，就是一定会把这个公平用开源的方式让社区自己验证，本地端可以跑去查 GitHub 都可以。那这个东西能有信心讲出来的项目也不多吧，但我们一定会做，就是短期之内就会出来，因为我们已经验证过了，就是也测试过，在一个那种AUT 里面试过，它的确是安全公平，然后它的确是开源的情况下没有太大的风险。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提供的一个状态。那可验证呢，除了开源之外，还有无需许可这个重点。无需许可就是你去查就可以了，对吧？就除了开源之外，你去查智能合约就可以了，就不只是算法开源，就 VRF 预言机，就很多东西它都是一个可验证的状态公开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平台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下一步。因为不公平不开源其实是无法规模化的，也像我们一开始所说，它不符合区块链的精神，所以我们希望开源会成为行业的标准。那刚刚讲到 VRF 这件事，因为原本卡牌市场就有2级的盲盒盲包可以抽，所以很多在亚太地区的用户，你们可能听过的就是日本的那个 Clove， 然后还有譬如说其中一个你们的投资人 Fubi。那抽卡这种东西，不管是你要抽2级盲包，或者是你在游戏里面你要想办法去氪金抽卡抽到你想要的东西，最怕的就是庄家说的几率和真的几率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这件事是被法规规范的。那现在也有非常多 Web3 的盲盒，那你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使用了 VRF。那其实有一点资工背景或者是技术背景的人，他们就会知道随机这件事情是很难做的，因为你但凡有用一个东西去 generate 你的随机数，你都是可以被破解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资安上，很多时候随机这件事情，包含密码的这个随机 generation， 它可能是要靠物理世界的帮助，譬如说熔岩灯的这个排序等等的。那你可以讲一下什么是 VRF 吗？然后还有为什么你们今天这个可验证的随机函数可以保证几率？然后另外就是你们的 VRF 怎么处理 commitment， 避免被矿工或者是排序的或是排序上受到影响。可以。我觉得现在这一刻就是在 VRF 上面简单理解先好就 VRF 其实它是一个跟区块产生相关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你有一个预言机，你有一个区块，它呢一个随机数碰撞出来呢是可以验证得出来整个路径的。但是如果今天要讲到矿工排序 commitment， 我认为呢等我们完整的技术文档白皮书发出来会好一点，因为它真的很复杂。如果我们现在这一刻讲呢，可能讲1个小时讲不完，而且讲了大家不一定可以理解。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很具体的理解，就是说用了 VRF用了这个可验证，用了默克尔数等等的东西，技术框架一出来之后，就代表说你甚至每一个人可以反向的验证出来每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为什么我点下去区块链交互的那一刻，它跑出来的那一张卡，那一个结果，这个就是 VRF 提供的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功能。那当然，其实它是不是单纯 VRF 来做的，它还有像你所说的 commitment 排序，还有很多东西。就是有一些厉害的人，他甚至可能会思考，就是说有没有什么
攻击的能力把你的东西盗走，对吧？就是还有很多小的点。那这个东西呢，我认为呢，会等完整的技术文档白皮书出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但是我认为 VRF 呢，它一定要应用在抽卡上面，因为它是一个随机数，没有东西比预言机 VRF 更好了。那为什么那么难去使用呢？其实跟体验有关，因为我要拿一个 VRF， 代表我要向区块发出一个请求，然后呢，区块验证之后呢，给我一个回应，那我在产生在用户抽卡结果上面，它可能来回已经是10秒，但跟链的性能有关。那更何况我们在 VRF 的是用 Ethereum 或者 BNB 的，所以这一刻呢，有一些链是有优势的。如果它跑 VRF 的话，比如说 Solana 可能是有优势，比如说 Monad 可能有优势，但他们那个体量，他们 care 这个东西的也不多。我们的好朋友就是 Collected Crypt， 那他们是 care 的，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朋友和对手，甚至是一个伙伴，一个一起共建这个赛道的一个领头羊。但下一步我们呈现的一个答案跟现在市场上所有人看到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我们还是本着那个本质，就是怎么样可以成为行业标准来做的。因为我们出来的那一套方案，用户就会去比较，为什么这个平台能够做到跟 EV 那么准确？为什么那个平台没有用一个开源的算法？为什么那个平台呢不选择用 VRF 这个标准？我认为这个最终会让整个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也不能说是洗牌吧，但至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得到的，因为我们正经做生意的人永远最害怕是老鼠屎，他要搞一个东西出来骗钱，那这个东西是对整个行业伤害性很大的。一个平台跑路，所有卡牌不寄出来，没有经过验证嘛，对吧？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个卡牌在哪里，他跑路，哇，这个其实对行业伤害很深的。那个时候会发现，哦，原来 Renes 的所有卡牌都托管好，又或者是有人被发现了，他的卡牌原来一直都是抽卡作假了，永远只有 QL 中奖，散户永远都亏了。那这个问题一发生了，又会有问题。那个时候又会发现，哦，原来 Winchman 或是其他的几个龙头项目都是用 VRF 的，都是用可能各种开源算法的，每一个开源的逻辑不一样啊。那你就客户去选不同的开源方式嘛，对吧？那没有开源的就会被问为什么不开源。那我认为那个时候呢，对消费者的保护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出来。了解，那我们就期待7月这个白皮书出来咯。那一定要多多支持一下，这个东西要大家推动的。对，那刚刚我们其实讲到很多，卡牌在变成标准化的资产以后可以做什么。那今天，我们如果希望把卡牌真的金融化的话，那首先第一个要有的是定价。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你们现在，有做 fair market value 的 index 这件事情。那可不可以详细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定价怎么来的？然后，因为一张卡它可能很久才成交一次，那你现在的合理市场价格你要怎么去计算呢？OK， 首先我在这个点上面呢，我认为它非常快速的理解，就是说，以纯 Web2 是很多定价的，就是很多价格引擎的，但他们拿取数据的方式都比较一样的，就是拿权威的价格回来，比如说 PSA 的价格就是什么 Card Ladder， 又或者是他拿 Snake Down 的价格，他拿 ALT 到 FIC 这种。非常权威，有成交量，也有一定的历史规模的这种赛道的领头羊的数据没有不对，但是我们在区块链世界报价呢一定要分布式，就是不能说我单纯相信中心化平台拿回来就跟你说我有能力为 RWA 定价，这个一定是错的。反而是怎么样呢？我们除了要拿链上的数据，又要拿网上的数据，还要拿更多的数据在哪里？就在链下。那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我们呢提供了一系列的简易工具或是便捷性工具给卡店，那我们呢就能透过不同的渠道得到卡店的报价。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说很简单，把链上、链下、网上、网下的数据全部整合，让用户呢自己去判断。我们呢会有一个我们的指标，这个呢就是我们 Renes Index 出来的数字。那它呢现在这一刻已经能够做得到。几乎是实时的把每一个成交按向量图的这样弄上去。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你去看我的推特上面有一个叫
我们可不可以 collateral TCG 里面呢有一些产品的样子，你看一看你就理解我们的逻辑了。当然它有更多的特殊渠道，比如说像 Kaido 的 MyShare 那种逻辑，社交讯号媒体的讯号，然后呢讨论度，然后呢各种交易场景的异动，这些东西呢都会被收集回来，然后呢分析成 index 里面的指数，甚至是一些权威性的网站，比如说 Golden 它在做拍卖，它影响了一张大的卡会不会影响其他小的卡，又或者说是像更多的拍卖网站，又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个体，像 Ricky TCG 它在 One Piece 基本上就是龙头了，那他可能有10个世界最 top 的收藏家他也想给一个价格贡献可能我们也会爬去，甚至是自己平台进行每一个金融行为，多少钱借贷，多少钱交易，多少钱回购，多少钱接 offer 等等的，全部都要被收集起来，然后呢交给市场自己去判断。那底层的最重要的是 AI 是可以介入的，就是你可以让你的 AI 去了解分析这些数据，而不需要消耗大量的 token。这个就是我们也把平台自己做了 CLI 的一个逻辑 ，Index 也会有 CLI， 未来所有东西都是 AI first， 这些东西是只有我们在这个周期已经把它做好。那这个 Index 呢，什么时候发呢？我认为也是在7月就可以弄出来给大家来玩，因为金融化这个时间节点还是要一步一步把产品做出来嘛。那这个世界上目前只有我们有能力同时收集到线下的数据，所以呢，这个东西要等我们来完成之后呢，就会有一些人拿我们的这个价格 API 去做他想要做的产品。他比如说他不相信我的这个报价，他可以加入他的指标做他的报价，但是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价格指标，包含了我尽我所能够收集的所有数据得出来的指标。所以我们没有说我们这个是一个 Oracle， 我们也没有说我们是一个 pricing engine， 我们就直接说 OK 这个是 Ranas Index， 你相信就相信，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不相信。那这个就是也包含了一些主观的判断，也包含了一些各种的指标得出来的数据。所以很不好意思的，这一刻那个东西还是有点中心化的。但是呢，随着网络的扩充，更多的卡店，更多的散户使用这个 index 查东西等等的所有东西，都会让这个价格一步一步的走上完全去中心化。这个就是我们这个index 的一个核心。有这个 index 你甚至其他人才能做 DeFi 的。但是你有价格没有托管也做不了，所以托管和定价这个东西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出来。再包含了我们打包了运输物流这个服务在里面的话呢，它就是一个 core。你想做任何跟卡牌甚至物理资产相关的业务，你只要把这个 core 弄进去，你就能做。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行业基础设施的一个最终极核心。我们接下来7月真的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来期待一下。那刚刚有提到说，你之前写过一张卡能不能够被抵押，那刚好最近 Jupiter 也开始加入这个行列了。那今天我是一个卡牌收藏家，我不想把我的卡束之高阁，让它在那边生灰尘，那我想要透过抵押来释放流动性。作为一个收藏家，我可以期望大概多少 LTV？ 因为这个卡牌它也不是可以做到高频的实时交易，那清算上怎么执行？我是直接把链上 NFT 卖掉呢，还是我要动到金库里面的这个实体呢？首先就是也 shout out to Jupiter， 就是他们真的是愿意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啊。我跟他们是有交流的，然后我有表达过我对他们那个做法的有一个区别的看法，但是他们一定是值得尊敬的一个机构，因为他愿意先走这个赛道。他现在的做法就是让点对点进行 market， 就是market lender， 就是说 P2P 的，他们是卡牌呢，我跟你有共识就好了，我 listing 我的卡想要借多少钱，你认可你就来借钱给我，但价格波动呢不影响清算。但这个方式呢，它会导致就像坏账问题，对吧？没有了对借贷方的一个保护，那这些东西都是行业目前解决不了的。但我理解它为什么解决不了，就是说没有一个真正的可参考的、大家有共识的分布式的一个报价，就是简单来说没有预言机。今天有个预言机，他把价格拿回来也没有用，他那个价格来源不分布。
不去中心化，所以在这个体系之下呢，这种卡牌的清算呢就没有可能执行，因为对双方都不公平。但我们来思考的话呢，我们自己也想过发这种产品嘛，所以我们跟对方交流的时候，我们有自己也想过是不是应该让价格波动去影响借贷利率和还款能力呢？但我觉得这个也有问题，所以呢，我们自己是对借贷市场是有想法，但是呢，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它不能不清算，但是呢，我们自己短期之内是不会参与借贷产品，我们会让有借贷能力的这种真正专业做借贷的市场来跟我们去发，由他们基于我们能够提供的所有底层资讯和产品，研发一套借贷市场专家看能成功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来去走这个赛道。那有没有可能跟 Jupiter 合作呢？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说不定嘛。但我认为呢，一个东西要跑借贷，它还得要在托管层面解决托管问题的。目前Jupiter 上面的所有卡牌还是一样，没有解决托管问题，就会导致说我都不知道我借钱出来，如果对方真的坏账了，我是不是收到那张卡牌呢？这样就会导致那个意愿很低了。所以就说连交易都不相信，那他们又怎么相信借钱呢？那就导致现在我们持续每天监控平台的借贷数据，其实增长真的还好，就几百 K。我认为以他们的能力，一定有能力做到更好的。说这个 PMF 就跟我们思考的一样，还需要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合才能完成。那我希望我们成为那个基础设施，跟他们合作，提供一些让他们的卡牌有一个第三方可验证托管，然后呢，让他们的卡牌呢有一个可靠的外部价格，那他们就可以思考一个 V2 可清算模式。那我认为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我们也想解决的方向。那也同样的，可能有一点点自大，但是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赛道被关注的点，就是只有我们才在 architecture 层面展示出来，我们真的有可能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不是说我写一个 PPT 告诉我能解决，而是说我已经有业务在跑了，所以呢，我会根据这个业务开发产品，去解决这些业务的痛点，然后呢，这个路径一定是最短、最有效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状态，也回复朱比塔这个做得很好的创新。但是我认为我们会成为这个赛道可不可以往前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们现在做了这么多的基础建设的铺垫，那你们铺垫好这些基础建设以后，我们可以期待 Renesas 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Alpha？可以，就是我们有个推特叫 Renesas，那你也可以去看 Renes Collectibles， 它有各种产品分支。那 Renesas 呢，它本质上自己不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 Renes Finance 的 liquidity layer， 就是我们把刚才所说的基建整合好之后，我们呢跟已存的真正专家，甚至是有一些有合规牌照的机构合作，由他们来发这个资产，由他们来做这个 DeFi， 我们呢就作为各种层去配合他们。比如说会有一个 DEX 发一个 LP token， 让用户可以投资 TCG， 但是呢却不用去学习鉴定、买卖、清算。但是呢这个资产的价格沉淀下来之后，我们就会拿这笔流动性完成一个购买入库，然后呢把拥有权交给对方的一个行为。那就代表说我们替这些 DeFi protocol 买了卡牌，然后呢管理这些资产，然后呢我们也会跟他讨论一个投资策略可能是这个方向，让这些 LP token 有 NAV 的一个回报。又或者是换一个角度，就是有一些人的资金他很看好 TCG， 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参与，他只需要一个 U， 我们就可能就把那个流动性拿回来，去各种的资产的收购，然后呢放到我们的 protocol 里面产生 U， 还钱给他们，这个也是一个方向。那它的好处是这些 DeFi protocol 这些合规机构一点都不傻，他对托管啦、
开源啦、公平啦、执行啦、所有监管啊东西要求非常高的，他们会替这个时代的 DeFi 会替用户去扫雷，他们也不想背锅，我们也不能给不出承诺的那些资产的回报，那用户呢就可以不需要学习卡牌，我就看好卡牌，我就去投这种卡牌类的 DeFi， 那这样就可以完成。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说，把整个 DeFi 项目方或是合规基金拿牌照的这种机构，它需要我们想要配合的那些东西全部整合好打包出来交给他们。那我们已存的已经有几个非常好的名字的 DeFi 和机构正在往这个方向跟我们一起去拓展了。我认为大概7月底甚至8月初就会有一个雏形。那我们呢也在做一个叫 Alpha Tester 的招募，我们呢会在签 NDA 的状态下，把我们这个 DeFi product 在8月前就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或是理解，或是模拟，让他们呢给出更 community driven 的那种回馈，让我们呢把这个产品再优化，真正推出市场，改变这个世界。因为只有我们，就像我们所说，我们很有信心，托管，对吧？定价，然后呢，物流这些东西都能解决了。那我们来发这个 RWA DeFi 的 liquidity layer， 就会有很多人可以不用门槛的这样从区块链世界进入这个卡牌世界。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我们下一阶段除了开源、除了 VRF、除了这些东西之外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那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尾声。我想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我可以把卡牌拿来做什么事情。我把它金融化了以后，我可以 either 拿去抵押，或者是我可以用它来升息等等的。那当它开始带金融属性以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单位进来，叫做监管单位，他可能就会开始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法规上的疑虑？那我想请 Wenchman 跟我们聊一下，在法规这一块，你们怎么看卡牌代币化这件事呢？好，首先我个人背景以前是警察，然后我们的 CTO Benjamin 以前是大律师。那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拓展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资产监管化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模糊的嘛。那我们一定要思考的就是不能把它单纯当成或是弄成金融证券，对吧？它只要是 security 就会有很多问题，这个是大家都理解的。所以我们的策略呢不是逃避这个东西，而是说从基础设施层把一些底层的东西要弄好，比如说它的那个资产要真实的，对吧？它要那个托管是可以验证的，它的交易和状态是完全透明的，而且没有任何不负责任的收益承诺，也不会把它包装成单纯什么保本啊、什么投资产品，不会这样做，而是说我们是作为整个架构的核心，把它所执行的所有需要的门槛，从技术和执行层把它弄好。这些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做，那些发 DeFi 的人才是专家，那些发合规基金产品的机构才是专家，甚至那些银行才是专家。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就只把那个技术层面的 core 做好。那不同的产品它一定会有不同的金融属性的，也会有不同的监管的。但我相信新时代的创业者永远，坦白说，就永远跑得比监管快了。这个也是比特币风行那么多年的一个原因，对吧？那我们不要立着心思去逃避这个东西，它对整体市场一定是一个好的东西来的，因为它让这个东西更合规了嘛。那但是我认为呢，它一定要透明啦，一定要满足合规架构啦，一定要有非常完善的风控，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资产。所以像我们自己来实名露脸做这个东西呢的本身呢，不是想要替我们喜欢的这种资产卡牌加入大量的杠杆，让它引爆这个泡沫，因为没有人可以透过做空卡牌或者沽空这个收藏品赚钱的嘛，所以我们是不会有一个动机和诱因把这个市场推倒。我们呢是希望让这个市场走到更台面的部分，更被认可，更有一天我们呢就不是牌老，我们就是卡牌佬，我们不要做这种贬义词，我们也不是炒币仔，对吧？我们是伟大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员，
对吧？我们说不定有一天纳斯达克可以交易物理资产，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找到一些真正对这个赛道未来有信心的，或者是他很喜欢这些资产的，他有一定的专业能力的，他有一定的意愿啊，或者他有一定伟大的一个方向的想法的人，跟我们一起把这个赛道一直做下去。因为卡牌只是第一步，最终如果我们是相信区块链而留在这里的，物理世界是应该要跟区块链世界结合，因为这样呢会减少很多荒谬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不民主的事情发生。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监管的一个态度和立场。那所有的这种更仔细的东西，其实未来可以慢慢探讨。但今天我希望能让听众一些区块链的用户理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背景呢，有足够的这方面的知识，也有一定的这个底层的一个框架的想法，但具体怎么做很难三言两语。那如果你是项目方，你是 DeFi Protocol， 你是合规基金，甚至你是其他卡牌项目，你想要在这个领域 build 任何东西，来跟我们聊，我们给你最好的支持。相信现在在线上应该有很多 builders， 所以我希望大家踊跃 reach out to Renaissance， 或者是找不到 Renaissance 的话，也可以找我，我也随时在线上。然后我们也还是持续有在投资的。那最后就是我想今天在线上很多人也是奔着这个投资卡牌这个资产来的。除了宝可梦卡牌，你们现在也开始提供 One Piece 的卡，然后再就是 One Piece 也快要完结了嘛，那还有没有其他 IP 的卡牌资产你认为大家还没有开始关注的？ OK， 首先呢，不要以为海贼王会完结，资本是不会让它结束的。它是一个人类文化的瑰宝，它一定会有重制版，对吧？ Netflix 说了，它真人版可能可以拍到10年20年后的。One Piece 这个东西是不灭的，虽然我不是一个非常狂热的粉丝，但是我所理解的资本运作，在这个时代要创造一个新的 IP 太难了。就是 AI 出来了，谁都能弄一堆就是没有营养的东西啊。那有历史文化背景的资产，它一直被越来越重视，就像宝可梦不会结束一样。它换个主角又来了，对吧？海贼王弄个平行世界，弄个外传又来了，所以海贼王不用担心，然后宝可梦也不用担心，对吧？它的共识规模，它的那个宣发路径 ，IP 的覆盖率永远在提升的，这个不是 Web3 项目上可以比拟的。那这种全世界的共识，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 IP， 还有哪一些呢？我自己个人肯定是喜欢数码宝贝，我从小就是数码宝贝，就是你看这个图片好像显示了一个数码宝贝，雅古兽在这里，对吧？我自己呢是忠实粉丝，那他这个资产有没有搞头呢？一点点，能不能大搞呢？像海贼王、宝可梦呢？我认为比较难，因为呢，参与的人也会思考 IP 方的实力嘛。虽然都是 Bandai， 虽然都是同一群人，但是海贼王的确跑出了非常完美的路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什么还可以做呢？那一定要说我们的火影忍者，对吧？大家想一想，火影忍者，那首先龙卡拉、钢弹我都不排除，游戏王我都不排除，但是我认为呢，要做资产肯定是做新的，对吧？如果火影忍者他 Bandai 吸收了龙珠数码宝贝海贼王这些经验，他来印刷这个卡牌呢，我认为它的质量至少会追得上海贼王。新的卡、新的纸、新的工厂。那在它的印刷，如果你在 OP01 的时候进场，你就会发现当年海贼王的 quality 太好了，闭着眼都能拿10分，导致最后呢，感觉他好像故意的弄了一些瑕疵在里面。那火影忍者卡我不知道会怎么办，但是它是全新的嘛，它是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时代，区块链时代蓬勃了，已经跟上 Renaissance 在11、12月做海贼王的这波风潮，我们一起冲进去，就参与这个火影忍者的市场，我认为呢，这还是未来可期的。但是不然想着短期获利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它印刷量有多少，对吧？但我认为呢，如果给我来看的话，2027年参与火影忍者的 TCG IP 的这个资产的购入，或者这个游戏的参与呢，是我个人最看好的。那2027嘛，我们也希望呢，参与我们项目方的人，甚至投资我们项目的人都能在2027年那个火影忍者出来之前一点点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回馈。
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去做这个资产，然后我们一起去参与这个东西，是不是比较好把它都买回来呢？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开玩笑的想法。但是我认为火影忍者明年什么时候发，它一定程度会影响我作为创始人对整个项目的铺垫。所以呢，一起去关注火影忍者 TCG 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对吧？来 DC 跟我们 Ryan 聊 ，Ryan 呢是超级死忠，然后呢整个团队都是火影忍者的或者死神这个年代的吧，石火海三个东西的年代的，所以我们希望参与在火影忍者里面，把它好好做大。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成为火影忍者上面一个市场的主要的参与者，对吧？我们真的是喜欢 IP 的，我们一起把这个我们喜欢的东西一起参与，一起做大，甚至我们努力打比赛看看能不能赢个名次回来。甚至你是比赛选手，你很厉害打比赛，加入我们组个战队一起去打比赛也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很想跟所有听众说的。如果你在观望的话，我就认为火影忍者值得观望。然后如果你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最近的回调说不定也是一个机会，就是海贼王和宝可梦。那最核心的就是，如果你今天参与的是收藏品赛道，不要单纯拿投资来做决定，你应该是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它背后跟品味有关。那有关品味的讨论，我们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们又会有下一次 podcast？对。对，我们等火影忍者的卡出来，我觉得就会非常的有趣。那非常感谢今天 Winchman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Alpha，你们会有非常多的更新还有 update，所以线上的大家或者是之后听 YouTube、听 Spotify 的大家 keep in mind， 然后多多关注 Renace， 你们可以 follow 他们的 Twitter， 可以 follow Winchman 的 Twitter。然后如果你是在这个领域做建设的 builder 们的话，欢迎随时来找我。我随时都在线上，我们也一直很积极的在进行投资。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非常感谢今天 Winchman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啦，拜拜啦，拜拜各位，拜拜。